娃率持续走低，厦门教授给出建议，不生孩子就下调养老金。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总数在14亿人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人口红利，我国实现经济总额的迅猛增长，并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目前中国人口数量进入到负增长时期，生娃率持续走低。我国生娃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年轻人主观观念的改变，同时也有受到社会生活压力的客观影响。为扭转生娃率走低现象，我国推出2胎、3胎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为此，厦门大学教授提出建议，以不生育子女便降低养老金为代价，从侧面起到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作用。那么该建议究竟是否合适？我国生育率为何降低？又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解决呢？1. 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自从建国以来便多次颁布人口政策，对于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建国之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压力。为防止人口数量发展到失控水平，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控制，从而令人口总数维持在合理水平。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而新生儿的数量则呈现不足。于是，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再度迎来变化，人口生育限制被逐渐取消，2胎、3胎政策更是先后问世。多孩政策推出之后，我国生育率迎来小高潮，其中2017年我国新生儿数量达到1700万左右，是近些年来的最高点。但后续人口生育总数却开始呈现下滑趋势。2019年我国新生儿的生育数量为1450万，而近2年来我国生育率则是持续走低。2022年成为我国人口生育率的特殊年份，这一年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首次人口生育数量不足1000万人，仅有956万的新生儿。2023年我国新生儿生育率则是迎来再度下滑，此年新生儿数量仅为902万人。要知道，我国可有着14亿人的人口基数，该新生儿数量值得引起全国重点关注。新生儿增长率表现不佳，但我国老龄化趋势却愈演愈烈，其中年龄达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占到我国人口总数的 20% 左右，每年死亡人数更是在1000万以上。这也就预示着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新生儿数量的不足便难以适应未来工业生产的需求，对于社会造成严重的养老压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为促进人口增长率的复苏，我国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各大领域的专家教授更是进言献策。其中，厦门教授建议以下调养老金方式刺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该政策是否具备合理性？未来又能否施行呢？2. 厦门教授建议降低养老金来提高生育率。提出该建议的厦门教授名为赵彦京，他是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教授，具备丰富的执教经验，并且在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而在社会职务方面，赵彦京还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理事长，对于土地财政、土地规划、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观点鲜明的看法。他曾提出将生育率与保障房、养老金挂钩，如果年轻人不生育子女，那么可以采用降低养老金的方式来进行惩罚。该建议可谓是十分狠辣，牢牢抓住了中国传统家庭中养儿育女的本质作用，那便是养儿防老。对于中国传统家庭来说，子女不仅是家庭中的劳动力，更是晚年的保障，是人老力衰之后老年的依靠。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养老金制度更是得到推广，每月养老金发放的数额同样迎来提升。养老金制度的存在，令年轻人即使不生育，老年之后依靠养老金也能够过上较为稳定的生活。如果按照赵彦京教授的计划实施，减少不生育居民的养老金发放数额，无疑会导致晚年生活面临挑战，从而提高养育子女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目前严峻的人口增长率起到改善的作用。而且一旦不生育子女，便降低养老金制度出台，还可以降低我国养老金的发放压力，对于养老金制度的维系起到保障作用。随着老年人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我国养老金财政赤字不断涌现，多省市面临养老金发放压力。赵燕京教授的建议可谓是一石二鸟。而且赵燕京教授还表示，除了将生育与养老金挂钩之外，还可以与保障房、社保等制度挂钩，不生育子女的家庭便不具备享有保障房的权益，社会资源下降，资本份额减少。在这种背景下，才会令生育充满意义，才能提高普通人生育孩子的热情。赵燕京教授的建议较为偏激，自从提出以来便受到社会的广发争议。其中认为其建议有着明确的功利性，利用降低社会资源享受权利的方式来惩罚未曾生育子女的家居民不够公平。而且赵燕京将生育子女与社会资源挂钩，那么也应当将养育子女与社会资源挂钩。我国生育率降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年轻人主观的不愿生育，而是面临严峻的养育压力，望而却步。与生育率降低相伴的是我国结婚率的降低，社会涌现出大量的剩男剩女群体。现如今结婚门槛愈发提高，需要具备商品房、代步车，并提供高额的彩礼，才具备结婚的资格。甚至不少男性为顺利结婚，承受房贷，沦为房奴。婚后生活的主旋律是与妻子一起偿还贷款，日子紧巴，不具备养育子女的经济实力。结婚之后面临严峻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不断提升，辛勤工作却可能面临失业风险，稳定生活难以获得保障，部分家庭连夫妻双方正常生活都难以维系，更不必说养育小孩了。而当代子女养育与上世纪有着天壤之别，子女的养育俨然如同无底洞一般，需要父母进行大量的投资，不论是学前班还是培训班，都逐渐成为当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额的养育成本令生育子女的代价不断提升，而且年轻人对于社保的重视程度也在降低。随着物价飙升，每月花销的持续增长，年轻人更多的则是活在当下，甚至躺平一族群体不断壮大。社保有着多缴多得的规定，现如今对于社保重视的群体，反倒是不愿生娃的群体，渴望在晚年之后得到足够的经济保障。一旦社保与生育子女挂钩，反倒是会打击年轻人缴纳社保的热情，对于我国社保体制的运行造成威胁。如果按照如今的生育率发展，那么未来无疑将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压力。那么对于我国相关部门来说，应当如何扭转生育率下滑的局面呢？3. 如何扭转生育率下滑局面？想要扭转生育率的下滑局面，最重要的便是降低当代养育子女的成本，缓解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其中像是我国此前对于校外辅导机构进行打击，令教育重回学校，起到减少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除此之外，我国相关部门还需要对于多孩家庭进行经济补助，根据子女数量的不同，提供不同的经济补助额度，缓解子女养育压力，从而起到提高父母养育子女的热情。目前我国多个省市已经在有序开展多孩补助政策，大部分奉行的都是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政策方针。该项政策的持续推进，能够对于改善生育率起到有效作用。最后，则是降低年轻人结婚的成本，令婚姻对于家境贫寒的年轻人来说不再高不可攀。其中包括对于天价彩礼的取缔等，降低夫妻婚后生活压力，为生育率的提升创造客观经济条件。而像是我国此前对于婚姻登记条例做出的调整，不再需求户口本，男女双方携带身份证便可以完成婚姻登记，令婚姻变得更为简单，间接对于生育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结语：我国生育率目前不断严峻，二胎、三胎政策推出以来效果并不显著，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将会对于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各大专家纷纷发表看法，提出建议。厦门大学教授建议将生育率与养老保障挂钩，引发社会热议。
赵燕京教授认为，可以采用降低养老金的方式，对于不生育子女家庭进行惩罚，却可能造成年轻人的逆反情绪。年轻人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是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养育成本导致。因此，未来我国可以对于多孩家庭提供经济补助、减免家庭税款等方式来提高生育率，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重回正轨。